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总书记习近平非常引以为傲一件事情，什么？我们中国有新三样，厉害了，电池、电动车、太阳能板。结果原本还在吹嘘的东西，其中一个已经落马，已经倒了。它的太阳能板也太夸张了吧？不是输出到国外吗？结果最近陆陆续续，你看到每一个画面。大火了，都火灾了。对照中国最引以为豪的新三宝呢，本来是三宝饭，结果没想到呢，三宝饭却一样换到了什么？换到的是韭菜，被割得乱七八糟。因为这是官方的报道哦，中国直接下令明文禁止，跟你讲说，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联合召集光伏产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光伏产业竞争秩序工作。换言之，光伏是什么？就是太阳能。对，太阳能产业出现竞争上的问题，而他写的跟你很清楚，为什么？第一个叫做产业调控，第二个叫做低价无序竞争。换言之，不要再杀价格了，不要内卷了。对，然后呢，健全的价格监测和产品定价机制啊，它要干嘛呢？针对相关的品质管控、虚标产品功率。换言之哦，今天出现大问题了，品质出问题，价格也出问题，你们都在给我内卷，恶性竞争。那内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如同你现在看到了一把大火砰砰，可是这个火灾也太夸张了，不就是太阳能板吗？不，太阳能板火灾才可怕。知道为什么？它是在蜂巢能源总部。换言之哦，这个全部都是太阳能板。那明明呢，去年11月的时候呢，已经有2起火灾了，对不对？就到了今年呢，又在起火了。而且你想想看，太阳能很多化学物质。它如果燃烧起来，那个水是不能淋下去的，水淋下去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这就二氧化碳。所以只要它一旦起火之后呢，你就只能干嘛？只能呢眼睁睁看着它把东西给烧完。那为什么会去起火呢？虽然没有人员伤亡，它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品质太烂了。对，所以中国官方才受不了嘛。你们都做这种劣质的太阳能板，那为什么会劣质？因为你要削价竞争嘛。所以你又削价竞争又劣质之后，变成是什么？遍地烽火。比如说呢，很多太阳能有些人是设在屋顶上。那是好啊，你有没有看到换楼啊啦？哦，刚刚那个，整间房子直接烧嘞。对啊，因为它从顶部开始烧，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奇怪的火灾？它从头开始烧，为什么一路往下烧？因为它太阳能板全部放在屋顶上啊，所以它起火的时候，整个头我们讲的跟怒目金刚哦，整个头开始怎么样，怒气冲天，开始在烧。再来第二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大楼也一样。所以你看到中国最近的常常屋顶都会发炉，那一旦发炉之后，可能中国人说啊，那光伏板啊，光伏板又请我了啊，这个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这东西实在太烂了嘛，但是等于说你在一边吸收太阳能的时候，它一边呢很有可能就一下子就发生火灾。但我觉得这个最扯，这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哈，我跟各位报告哈，这个工程4月30号才竣工。对，那5月1号它是干嘛呢？它做高架桥。那高架桥我们是不是都有隔音板？对，那中国人就很天才嘛，觉得我们是大天才，所以隔音板呢，我把它结合太阳能，所以又能隔音，又能吸收太阳能，又能自主运转，多聪明啊！结果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鬼掉拢小了了啊！不是新的吗？对啊，就是东西烂啊，就代表说这个太阳能板本来就有问题啊。那你想想看，他为了要标到这个工程，他是不是用很低价去标？很低价去标之后，太阳能全部都用一些烂货，用一些烂货之后又起火，所以呢，烧完之后，你知道可以干嘛吗？可以再标另外一个工程。是这样子搞的，对，它又可以再重新标一次，就有够烂，你知道吗？所以你想想看因为中国它现在太阳能有个很大的问题，全球80%的太阳能板都是由中国来做的。对，那前一阵子他们才有到货欧洲导致说全部都放在仓库里滞销的问题，所以产能过剩。各位，我们真的不夸张哦，太阳能板从它的价格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暴跌80%了。所以龙头企业你这种低价销价竞争到货的方式总计中国太阳能产业链亏损高达吓坏了600亿美元呢！600亿美元你拿去投资不好吗？台币1.75兆，所以有50多家供应链直接申请破产。所以当你现在看到呢中国的太阳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太阳能板呢总是会伴随另外一种生物呢长在一起，这个生物就叫做小草、杂草，它会跟杂草一样，全部都混着太阳能板。为什么？没有人顾啊！所以现在中国不单单只有烂尾楼，也一大堆这种烂尾板，对啊，做到一半。所以烂尾了，这人讲太好了安顺普定马场这个地方原本有光伏板光伏网红地。他说没有想到呢，以前听过恒大听过碧桂园这些烂尾楼，没想到还有烂尾板，连光伏板都能够烂尾。然后你看这是一个道路。原本它这个道路新建起来呢，它要架设什么？它要把太阳能板呢架得漂漂亮亮的，把它围住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就只有几根钢架，你有看到这上面，然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盖到一半之后呢，没钱了，公司直接倒闭了，直接浪杠了。
然后还有人呢安装到一半哦，也是一样哦，大楼哦，太阳能板哦放在屋顶上哦，然后最后面也烂尾了。然后我跟你讲，你要庆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都安装下去了，到时候烧起来，你整栋楼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在统计说，整个中国太阳能产业合计2024年总共裁员不多啦，8.7万人被裁员，占员工总数的31%，而且这不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企业哦。隆基绿能、天合光能、金科能源、金奥科技、通威股份，这是5家太阳能巨头。对，所以你看哦，它现在太阳能最大问题是什么？因为它是大量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嘛，对不对？但川普现在呢做的方法是什么？就我世界各地呢，通通都给你关税，就是围堵中国产业链3403，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它的关税。3403%，3000多，就不能卖的啊！他叫你说，你给我滚一滚，你都不要过来。所以现在不管欧洲、美国哦，统统都对中国的太阳能进行紧缩。所以现在中国也太惨，它在内部已经非常惨，没有在外部。你刚刚看到3000多%的关税，我让你中国的太阳能板不能玩了，而且你知道你下课了。更阴的是什么吗？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投在海外，因为原本就想到中国内卷不行嘛，我们去卷别的国家，就恶心别的国家，就没有想到一大堆测试完之后呢，啪一个，然后他们现在这些资产海外的全部都变成叫什么？叫做闲置资产，因为盖也不是弄也不是，反正总而言之，你钱就是打水漂，变成一笔烂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割完自己的韭菜割不完哦。变成是呢，到连海外这些无辜的其他的外国分子呢，也变成他们的韭菜之一。不是，我们刚刚看到新三样里面太阳能已经倒掉，结果现在一看，不得了，你电动车也没好到哪去简单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内卷完之后，我开始到行销全世界，杀个片脚不留。所以包括德国的宾士汽车啊，就是塔卡莫内修啊，说你亚内部真的是把全世界都搞得跟中国一样，全部都是一片红海哦，大家都没有不用混饭吃。而且他在里面讲什么？他说中国车是有着达尔文式的，就是适者生存的内卷内耗。然后呢，现在这种降价促销风气正在危害所有的车企。你今天在国内自己玩就算，你不要害到我们国外的啦。北湖啊，因为包括宾士啊、什么 A Class 啊、C Class 这一些啊，现在甚至有人就说是打5折，我天哪！这个打对折这个价格，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啊，其他国际大厂不用玩了。那另外一个呢，刚刚就提到嘛，你这种内卷的情况到最后怎么？你就是会偷工减料。中国偷工减料这个能源车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可怕，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事故发生哦，包括什么？你看在广东河源市哦，这个比亚迪突然失控，哇，整个车子你看这个撞上那个卡车，我完全解体啊！我人家都想说那个车子应该是塑胶做的话，我跟你讲，那个什么塑胶做，我都怀疑它是不是纸扎的，怎么会撞成这样，整个天女散花散开来？他们就想到说，你看国产汽车这个偷工减料到什么地步？真的是那个梁钢啊，就是防撞梁钢，看起来整个都呼起，你知道吗？另外，在6月6号的时候，一辆新能源车在车内自燃一样，大家一看是哪里？比亚迪的腾势 D9哦，所以类似，你看。整个刹车，比亚迪 D9，你讲凶嘛，不是很凶呢，所以大家就觉得哇，连比亚迪都一样是这样子，说自然就自然，完全就是没有违和感你就会发现这个内卷情况真的很严重。另外一个，刚刚提到为什么跟雷军有关系？这跟雷军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的小米。SU7这个车子当时雷军在卖这车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跟你讲，这速度是一种信仰那讲得很好听，很帅啊！所以买他车人的就速度是个信仰，马上时速限速80的，给他亏个133，把它开到了133。就整个这样就发生，就没有想到这个驾驶员就说雷军说速度就是个信仰，我信仰雷军，所以我信仰。结果你在那边，然后开133，结果撞上一台本田车，然后4个人死掉了。是，那个4个人死掉，那另外还有2个人重伤。然后呢，到最后你知道吗？开小米车的那个车主，到最后真的是我那个没有下线呢。他怎么样？他直接说不好意思，法官，我贫穷户。所以我虽然一口气撞死了4个人，但是我贫穷户，他就开始讲，他说什么我那个贫穷我没有办法所以扯了一大堆理由，然后就说希望可以减赔，就赔少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一下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到最后他们就讲说，好，那现在呢判赔320万，那320万能拿不拿得出来真的是一个悲剧。
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